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有酒的地方欢迎舒服，漂亮。欢迎收看李耀上来啤酒，我是李耀。修啦。咱们在去年的时候，我们在破2万订阅大关的时候，是不是有请群友征集所有的问题？里面有将近100个问题当中，我们说要抽出10个问题，我想要来回答。但是这100个问题，坦白讲，我都想回答，对我每一个都不想放过，所以怎么办呢？那我们就请尤拉用电脑抽出10个问题，反正我们抽出的这个问题，我们就会送你1瓶威士忌。哎，那你这样怎么不拍10集就100个问题，送100瓶威士忌？酒是你的还是我的？你讲那么开心。像我们在2023年的时候，在我们的社群当中，坦白讲，财务部跟我讲说，我们已经送出将近100瓶威士忌。你看我记得多辛苦，记到快要发疯了。对啊，所以从2024年开始，我们减少送出的数量。原因不是因为我们不送威士忌，而是因为我们的人力缺乏。是因为我懒得记了。究竟是职业倦怠还是没酒送了？请我们的尤拉抽出问题来，然后我一个一个来回答我们的观众朋友。抽的第一个问题是编号432的57SWA， 他的问题是呢，请问社长是如何加强自己对于品酒风味上面的描述？他常常觉得自己品饮时很难抓到这么多的风味，那是不是一开始都会参照其他的品饮笔记做参考呢？你的问题相当的长，而且相当的复杂。就是一开始我们肯定要先参考这个官方的品饮笔记，因为毕竟官方的品饮笔记是官方调酒师所撰写的，他们的精准度肯定超过90%以上。那但风味要如何训练呢？我举个例子好了。就是雪莉桶风格跟波本桶的风格，它是非常好区分的，你就问 K 大就知道了。这有很难吗？对吗？这有很难吗？你只要记住雪莉桶的风格常出现的味道，以及波本桶风格常出现的味道，基本上你就能确定一件事情：你的鼻子没有问题。对，你已经具备了基本的分辨风格能力。比如说波本桶是香草奶油，雪莉桶是乌梅李子。再来就是训练如何分辨风味，先会分辨风格，再来分辨风味，两个是不同的事情哦。此时我觉得要建议搭配威士忌的风味轮去看，你可以找5款都是雪莉桶风格的，或是5款都是波本桶风格的威士忌，但是记得要不同品牌，比如说雪莉桶风格，比如说大摩、麦卡伦、丁斯顿传承，就是5款不同风格的雪莉桶威士忌，然后呢，去记忆每一款风格相同性跟差异性，写下你认得描述的文字，再去比对官方的笔记。记得你要不厌其烦的训练去比对，你之后就会很快抓出一款酒的风格与风味。所以这个重点是风格与风味。两个是不同的东西哦。那是不是还有那个酒鼻子，也可以买1组回来在那边练习？可以，但因为比较贵啊。网络download这个风味轮的话不用钱。结论是先训练风格，再训练风味，然后搭配风味轮，然后再去看官方的品饮笔记，反复的训练。你自己去做连结。回答给你。好，那我们就来下一个问题。1162是我们可爱的葵，他问说，因为习惯记录自己的品饮笔记。但是呢，每天的口腔的味蕾状态都不相同，对酸甜苦辣的敏感度也有所差异，所以呢，需要用一支标准且熟悉的威士忌当做每次校正的酒。那若需要这样子的酒的话，社长这边有没有什么可以推荐的酒款呢？我觉得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他提到一个重点，每天的味蕾它是不尽相同，我们要如何校正？我个人认为无法校正，因为每天的这个情况都不一样嘛。但是我们可以选择喝酒的时间。以我们为例，我们拍片喝酒的时候都在什么时候？早上。对。所以早上一出门的时候，你没有经过世俗的污染，对，是一天最敏感的时候。这个时候品酒相对要其他时间要更准确啊。但是你刚好问到一个问题，说到校正，一般来讲我们校正是因为我们要打分数，打分数才需要一款可以当成标准的校正酒款。但是你不需要打分数哦，懂吗？好，来下一个489号的我是阿红，阿红就是油拉粉嘛，对不对？对啊对啊，红红的问题是关于新手品饮，除了多喝之外，有没有其他的方式可以增加他的品饮的实力呢？这个问题看似只有一段话，但其实很深，不是多喝就会有实力的，是要喝对方式。我很喜欢举投篮为例子啦。就是你用错误的方式投篮，你虽然每天练500颗，你都投得进，但是你进步的程度是有限的，所以你在用错误的方式在学习，所以也不是代表你每天喝 IB 你就可以装逼了。所以回过头来呢，
有没有什么其他的方式呢？有的，探索威士忌的真谛。真谛，唯有真正的花功夫去打下基础，比如说多看书啦，多逛酒厂，永远保持一颗接受新事物的心态啦，对打开你的格局啦，是这样子就可以增加你的品饮功力跟品饮实力。不要天天在那边我喝 IB， 我会装逼，我只喝30年，因为我厉害。但是社长不需要模仿指挥家吧？我觉得也可以多多去参加品酒会，看一些专业的老师，然后去做讲解。对你讲这个问题就非常好，就是其实就多看李耀上频道，然后多参加我品酒会。对，我刚才想说，你这句话怎么没有讲出来？因为你已经在看我频道了，就不需要再看了。好，来再来。下一位171的张毅，他说影片接业配的比例是多少？哇，这个问题很硬哦，直接问我们的收入了哦。但其实哦，各位观众朋友不用猜。因为只要有酒商赞助，我们都在影片的文案都会写上去。哦，对。我们所有 YouTuber 的文案，只要有干爹干妈赞助，我们都会写上去。所以，但是我还是要说明一下啦，本人我真正的职业还是杂志社社长，这才是我养家活口真正的收入来源。拍 YouTuber 其实只是转型斜杠而已吧。哪一天如果世界淘汰了我就会退出了。因为我的职业，我的本业还是杂志社啊。但是坦白讲，我们现在拍 YouTuber 哦，是活得很好啦。但我认为我自己心里很清楚了，真正拍 YouTuber 的这个网红啦，我们讲网红，寿命最短3年，最长5年，我们就一定被淘汰。那我们现在已经拍2年了吗？对，在第3年就换尤拉频道，所以很明显我都有在铺梗，因为我知道我的大限将至。那收益比例是多少？你们自己下去算就好啦，是不是？你是财务部哦，你看。好，下一个是035的 CYC， 他说呢，请问台湾地区对威士忌方面有没有什么样的技能啊，或是考试啊，例如品酒师之类的？其实目前像浮上台面 WSET、EWA 跟 ISG 算是比较浮上台面的课程，可以非常推荐大家去上，这都是打下基础的方式。像 EWA 它就是爱丁堡威士忌学院，ISG 就是侍酒师。WSET 就是你上的这个英国烈酒，你在上的，所以这些都是可以让你打下基础，而且我认为是最正统的方式。我非常推荐观众朋友一定要去上正统的课程，那是你打下基础最稳定的一个方式。对，不要再去参加什么那个旁门左道了，这样不需要。有吗？有什么旁门左道的？不要听他们道听途说、以讹传讹、穿凿附会、郭公下武。下一题。刚刚的问题是有考社长成语吗？好，再来是1220号的 Charmy， 他问说为什么有些桶是用波本桶熟成，然后接下来要过到雪莉桶。通常呢，他去查酒款的详细内容才会知道，这样的风味会比较好吗？还是单纯一开始就是100%熟成雪莉桶，哪种比较好？好了，其实这个问题就陷入很主观的因素了，就是好不好喝，其实跟桶型没有绝对的关系。但有人可能会钻牛角尖，他讲说，那我就用4桶熟成怎么办呢？橡木桶完全没有风味啦，对不对？完全已经吸不到味道啦。但各位观众朋友，在此我们是比喻一般正常的情况下啦。我认为你用盲饮的方式才是最准确的。看不到酒标，你用盲饮，你不就能够轻易判断哪一款酒是好喝？但从成本来看雪莉桶的成本的确远比波本桶还高，而且雪莉桶所赋予的味道是较为强烈，所以你先用波本桶熟成，再过雪莉桶是主流，对不对？因为你用雪莉桶是非常强烈的所以先在波本桶里面先让它打底，然后再吸附这个雪莉桶的味道。但是如果你不计成本去使用100%雪莉桶熟成这种如此厚重的风味，就是好喝吗？有人喜欢，有人不喜欢吧？对，所以见仁见智嘛，不需要去计较这么多，盲饮就对了。你盲饮觉得好喝，再把它打开来看，原来是这样的一个调性，原来是这样的风格就可以了。但我自己个人，我真的还蛮喜欢，就是先波本后雪莉，这是蛮主流的方式。对啊，因为我觉得它就是有个平衡感，而且风味又会比较丰富。因为100%的这个雪莉桶风味的确是比较厚重，见仁见智，有人喜欢厚重的风格，对不对？有些人是不喜欢。好，来，好，那个 Charmy， 下次问题写清楚一点，写那么长。对啊，好被骂。下一位是144，连那个阿拉伯数字都会念错。编号1449的天发，他的问题是为什么包桶的威士忌单价会比较贵？真的会比较好喝吗？包桶贵跟好不好喝也没有直接关系，但包桶比较贵是合理的。你一次跟酒商买1桶，跟一次买100桶哪个便宜？1桶啊，当然是买100桶比较便宜呀。什么？不要再考尤拉数学了，分不清单价和总价平均后的区别。
当然是买100桶便宜，所以买1桶一定是贵，所以包桶一定贵啊。逻辑呢？你再想一下逻辑。那个包桶比较贵，跟好不好喝并没有直接关系，但是包桶比较贵，合理的。你一次跟酒商买1桶，你买100桶一定比较便宜一点点。懂。所以常态版的单一麦芽威士忌都是多桶融合，你是100桶、200桶大量生产，所以你成本当然较低啊。对，成本比较低。我一次去跟酒商买1个单桶来包桶，我只卖你1桶500瓶去装瓶，500瓶的玻璃瓶，所以我成本当然提高啊。难怪你每次包桶都没赚到钱。不想说这件事情。但是包桶还是有其他的特殊性。我们讲说一桶一世界，你在这个世界当中也只有这300瓶而已，所以一桶一世界，所以包桶会比较贵，它有它合理的原因啊。好，下一个编号是1512的杰克城堡，他说酒讯杂志是如何经营的？它的内部分工啊、推广跟获利有哪一些是可以分享的秘密吗？这个回答这位杰克城堡那个我先跟各位报告一件事，虽然尤拉在杂志社上班，但是你有看到一件事情，他的中文也不是很好，所以在杂志社上班不一定中文要好，你只要企划好就好了。这些人都在问我们的秘密其实崛起我从来没有崛起过我就是一个平民老百姓，为了养家活口，然后出来抛头露面来工作而已完全没有崛起。但是至于我们酒讯杂志是如何经营的，坦白讲就老天眷顾，所以我才可以让我一直从2006年我们经营到现在，对不对？17年。对，但中间其实有面临过2次我们杂志社快要收起来，但是也都度过难关了。所以我说结论是什么？就老天眷顾嘛。你要问我说酒讯杂志如何走到现在，2个字：侥幸。你刚刚有问一个问题嘛，就是我们杂志社大概分几个部门嘛？对，一般杂志社我们就分什么编辑、企划、业务、财务，对，还有业务嘛。当然，目前我们有增加数位部门，跟你现在目前做的影音部门，而且我们主要收入来源最大的还是什么？广告啊。好，下一个是1097的小智，他说呢，新手接触威士忌最简单的方式就是在家里附近的酒庄买酒，但是非常有可能被不肖业者的话术买了一瓶就是店家觉得利润好的酒，但是又不适合他，所以他想请问社长应该如何向店家表达，才能让新手找到一支适合自己的酒呢？好了，小智，你这个问题太简单了。其实不就是看我的频道就好了，你就不要听老板的话就好了。你进去就买自己想买的酒就可以了。那听老板的话，你就挂耳机嘛。好了，我认真回答问题。我觉得如何表达比较好的沟通方式是，我今天进到店家当中，我本身就喜欢喝格兰花格，我本身就喜欢喝大摩12年，请问店家你要如何推荐我？就很直接啦，因为大摩跟格兰花格就是雪莉桶系的风格，所以今天有经验的老板他就会推荐适合你其他雪莉桶风格的威士忌。再举个例，我今天喜欢大摩，喜欢格兰花格，结果那个老板他推荐给你的是雅默，那就不对，因为雅默是属于波本系的，所以先提出你自己自身适合的那个风格。再跟老板沟通，就是要看里奥社长。我们不要在那个老王卖瓜自卖自夸，因为毕竟你现在已经在看了，但是你要推荐给别人看都不知道这一集他有没有在看了，请在留言区打有。编号1065的小线弟弟，他想问说，如何选择 IB 厂的威士忌，价位如何衡量会比较好呢？这个问题有点难我认为价位很重要，但是每个人对于威士忌的这个购买的价格上限，它其实有不同的标准。我觉得1万是贵，我觉得1000是贵，每个人标准不一样。但是你先设定自己的价位带是首要目标。我觉得我能够购买起的 IB 价位带是多少钱，先设定好。然后再去买你买得起的威士忌。那现在目前在台湾，像比如说那个 Golden Mafia，还有那个First Edition， 还有 BBR， 其实品质都很不错。至少我目前所喝过的这个装瓶厂的品牌，其实都不错。回过头来，我想要跟观众朋友分享一件事情：当我们开始在选 IB 威士忌的时候，切记一件事情，你一定要先把OB 喝熟，你最起码先把基础的酒款，比如说大摩、苏格登、百富、格兰利威、格兰菲迪这些基本酒款你都喝熟了，都了解了，你再去喝 IB 威士忌，先学会走，再学会飞。如果你直接跳跃式，直接我就去喝 IB 酒厂，我先飞，我觉得这个是揠苗助长，这个是太过于跳跃式成长。像我就经常遇到很多人，他们常常在喝 IB 威士忌，可是你在跟他聊天的时候，你会发觉他对于威士忌一点都不熟。所以我认为循序渐进，对一个威士忌的品饮者才是
好事。这是跟大家报告的，这些问题希望都有回答到各位，然后也可以分享给其他观众朋友。那以上刚刚抽到的这些，请你在影片过后到粉丝团发讯息给我们尤拉，然后填写相关资料，我就会挑选威士忌送到您府上。对，你必须要有看到这一集，知道你的问题被抽中，才有机会获得我们的酒款。不要没有看我们的频道，然后抽到了你，我们也不会告诉你，完全不会就是在我们的文字里面留言这些讯息，是因为我们就是这么的机车。希望问题有回答到各位。然后呢，今天是不是没有喝酒？对啊，但前面这款酒是格兰花格15年，然后是我们的这个群友咔咔送的，而且这款酒很妙咯，它写2023年伙伴纪念酒款，但是因为时间有限了，我们在下一集就喝酒分享给各位，好不好？这一集已经来不及了，那记得要干嘛呢？订阅、按赞、开启小铃铛，咱们的李奥社长，来瓶酒，下礼拜见，拜拜。拜。